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在手相学中，每个人的手指都各具有使命、表情及性格。在手指上有的两个指关节向外突出，有些人比较粗大，也有些人比较平滑。指关节高的人主富有思考力，做事谨慎小心，不会与人当面争执，但却会利用时机做出令人吃惊的大胆勇敢行为。而从另一方面来看，手指的长短外形也可以透露出一个人的财运强弱与吉凶。那么手指天生长或者天生短的人命运如何呢？大佬今天给大家分析一下。一、天生手指长的人命运如何？一、整体手长的人细心守成。从整个手来看，如果手指长度占整个手掌的60%算是短，手掌的70%半为普通，80%以上算是长。手指长或手大的人个性较为细心守成，对于工作往往能不厌其烦地注重细节，事情在付诸行动前往往考虑慎重，适合做一些用脑的工作。只要肯努力，必能够事业成功，否则很容易平平无奇度过一生。手指长得细长的人有文艺天赋，且在社交场合中能巧妙地调节气氛，易讨朋友欢心。若智慧线发展良好，则适合从事文艺工作。二、大拇指金星指长的人，多长辈爱护和关心。拇指也称为金星指，掌管人5岁到14岁时的运势，也代表父母祖上。大拇指比较长的人意志坚定，个性强，是自我中心主义者。年少时运势上相对来讲比较顺利，进步比较快，学习比较优秀，身体比较强壮。同时多长辈爱护和关心，在事业上比较自信，爱情上比较主动，向往高质量的爱情生活。大拇指比较长的人比较自负，喜欢被周围的人所关注。假如食指和中指之间的间隔比较大，这一倾向将更加明显。三、食指木星指长的人热衷于权势，食指又称为木星指，掌管人15岁到29岁时的运势，代表着支配欲，代表权力，野心大。当食指长度超过中指第一节的1/2以上，可以视为长。食指长的人性格比较顽强，人生目标比较高，热衷于权势，相当具有企图心，喜欢管理与支配他人，为达个人目标奋斗不懈，多数有非常出色的成就，称为承担重责大任、位高权重的人。食指过长的人性格偏强硬，爱出风头，具财大气粗的性格，往往很难存得住钱。这种类型的人就算钱赚得多，花的也多，所以节制挥霍的欲望和消费习惯是根本之道。食指长的同时又拥有强有力的拇指和清晰的掌纹，这样的人亦称为中小企业的领导者。食指长的同时却拇指短小，手纹不清，则其人喜欢操控别人，但处事艺术不够灵活。如能多给晚辈或配偶一些自主权和尊重，彼此相处上会更融洽美好。四、中指土星指长的人，适合搞科学研究。中指又称为土星指，掌管人30到44岁时的运势。中指的指甲全部高于食指和无名指尖，可以视为中指长。中指长的人人生观稳定，生活态度非常严肃认真，重视逻辑条理，缺乏生活情趣，对于实物和细节能够不怕沉闷地做确认，正是科学研究需要的人才，很适合在组织化的单位工作，从事科学家、工程师、学者或行政管理职。其人在中年时事业发达，财运亨通，身体也比较健康。五、无名指太阳指长的人好赌。无名指又称为太阳指，掌管人45到59岁时的运势。无名指达到中指第一节的3/4处，可以视为长。无名指长的人在事业上有独特的眼光，在工作中有自己独立的计划，一步一步的实施，不大受外界的干扰。在爱情上，他们有很强的审美观，比较向往浪漫的爱情。
无名指长的人好赌，将钱视为身外之物。他之所以赌钱，不是由于贪财，而是喜欢追求刺激。加上个性不服输所致，无名指长的人对于艺术、文学感受强，醉心于心灵感受，重视社会声誉与他人赏识的眼光，需要他人肯定认同，有艺术天赋。许多娱乐圈人士与艺术家都有长无名指。6. 小指、水星指长的人具有雄辩之才。小指又称为水星指，掌管人60到74岁时的运势。小指长过无名指第3个指节，可以视为长。小指长的人有很强的观察力，具有雄辩之才，语言表达能力极佳，事业上比较进取，个性上很强势。不过缺点在于言多必失，而且容易因言语得罪人，所以结怨招惹他人的可能性也大。另外也要小心使用权谋，攻于心计，所以虽然能拥有事业和财富，但人缘却不见得好。由于沟通与社交能力出色，小指长的人很适合接触人群的服务工作，譬如律师、业务员、政客和作家等等。但小指太长，往往会因爱出风头又急于表现而弄巧成拙，引起他人反感。需小心过于夸大与谄媚的缺点，以免容易获得成功机会，却难有大成就。小指相对较长的人也代表老年时期运势顺利，身体健康。2. 天生手指短的人命运如何？ 1. 手掌长而食指比较短的人善经营。手掌长而食指比较短，这种手相大多比较肉多柔软，是日常生活中长时间用脑不用手的特征。他们大多外表比较憨厚，并且有敏锐的经营事业的头脑，外露憨厚，内藏精明，不会在乎小事，但是做起事来不拖泥带水，因此能够很快地下决定，并且勇于采取行动。由于本身具备了优越的经营能力，因此很适合致力于实业的经营工作，管理者。不过手指的长度如果过分的短小，在比例上显得离谱的话，那么就显示这个人具有懒惰的性格。2. 大拇指、金星指短的人性格软弱。大拇指又叫金星指，掌管人5到14岁时的运势。大拇指生得比较短，刚刚超过食指的根部，人性格软弱。假如拇指在外力的作用下很容易向后弯曲，这一点将更加明显。这种类型的人通常都缺乏自信心和说服力，因而在与人交往过程中，他们往往处于被动的地位，容易被伴侣或朋友左右。大拇指短的人年少时要靠自己努力，事业上追求务实，喜欢一些实实在在的事业，会白手起家，不喜炫耀自己的财富。这类人金钱的观念十分实在，不会将钱花在过分强调感官享受的事情上，如华丽的衣服和美食，在这种人的眼中是极为不实际的。这样的人对生活的要求很简单，为人也相当务实，说一是一，不会有太多的心机。3. 食指短的人嫉妒心强。食指又称为木星指，掌管人15岁到29岁的运势。食指生得较短，在中指第3节的横纹之下的人有很强的妒忌心，看到身边的人超过自己，内心总是不服气，一定要想办法超过对方才好。这类人在事业上有时会比较辛苦，责任心不高，男子还容易怕老婆，很难有大事业。4. 中指、土星指短的人容易冲动。中指又称为土星指，掌管人30到44岁时的运势。中指是所有手指中最长的，且位于5根手指的中心，与个人命运紧密相连。若是中指生得过短，其人在事业上缺乏耐心，干工作时感觉没有希望，就坚持不下来，意见一丝牵。而且这类人很容易冲动，城府极浅薄，需好好控制自身的情绪，否则易做出悔恨之事。投资理财上属于盲目跟从，
幸运的话也许能获利，不然便会因失败而一蹶不振。此外，中指短的人在爱情上容易为情所困，因为他们爱得比较深，感情上有点风吹草动就会比较在意。5. 无名指、太阳指短的人个性沉稳。无名指又称为太阳指，掌管人45到59岁时的运势。无名指生得比较短的朋友比较有个性，在工作上不喜好高骛远，踏踏实实，比较沉稳，不喜欢投机冒险。他们在爱情选择上考虑现实中的东西较多，所以爱情一般比较稳定，财运也不容易出现大起大落。无名指生得过短的话，则代表缺乏自信心，往往在投资或理财方面欠缺胆量。6. 小指、水星指短的人喜欢直来直去。小指又称为水星指，掌管人60到74岁时的运势。小指生得短，在无名指第3指节横纹之下的人喜欢直来直去，在事业上不喜欢拐弯抹角，喜欢讲究信誉。他们的财运也比较稳定，在爱情上虽然爱得比较深，但不大善于语言表达，对另一半比较体贴。小指短的人通常在语言表达方面比较欠缺，与其他人的沟通交流能力较差，无论是公开场合还是私下谈话中都是如此。他们总是难以让人理解他们的意思，也不善于与其他人建立并维持亲密的关系。第一，女人的手相怎么看？手相学中有口诀说，相手之法先看掌形，自观八卦，掌有厚薄，指有长短，纹有深浅，色有明质。看一个人的手相，要先看手相的整体掌形是厚实还是薄弱，然后看五指长短，手纹的变化和色泽如何。在手相学中，掌形、五指和色泽都可以一眼观之，就掌纹的信息比较复杂多变，一般最重要的也是观察掌纹的变化。那观看掌纹前就需要先了解一些基本的术语，大家可以对照自己或家人的手部特征查看。第一，女人手相8大丘图解。第一，金星丘，指大拇指根部隆起，环绕大拇指的部位代表健康与活力。第二，木星丘，指食指根部隆起的部位，代表积极程度、活力、上进心等。第三，土星丘，指中指根部隆起的部位，代表思考、意志、自信等。第四，太阳丘，指无名指根部隆起的部位，代表财富、才能与名声等。第五，水星丘，指小指根部隆起的部位，代表创意、智慧等。第六，月丘指手腕上金星丘对面隆起的部位，代表思维、浪漫、神秘性质等。第七，第一火星丘，位于金星丘与木丘之间的部位，代表勇气、积极等。第八，第二火星丘，位于水星丘与月丘之间的部位，代表冷静、克制、自制力等。第二，女人手相5大纹线图解。第一，生命线，又叫做地纹，位于食指与大拇指之间，从食指下方出发，呈圆弧形抛物线延伸向手腕，环绕整个金星丘的一条线，用以预测一个人的健康与生命力的强弱。第二，智慧线，又叫做人纹，从大拇指和食指中间出发，往月丘延伸的线，伸向中指、无名指或小指下方，位于手掌中央，有时和感情线相交，从手掌的一端至另一端横越成一条线，便形成断掌之象，影响着一个人的个性、天赋和思维方式等。第三，感情线，又叫做天纹、爱情线，从小指的下方出现呈微弧形，朝食指的方向横向延伸，其末端通常停在食指下方的木星丘部或中指下方的土星丘，表现了感情强弱、复杂或单纯，也影响了一个人的感情态度和恋爱状态。第四，事业线，又叫做命运线，
是一条从手腕附近出发上升，末端通常停在中指根部的线，影响的是一个人一生的事业财运与民生成就等。第5，婚姻线，又叫做爱情线、结合线，是一条出现在小指根部与感情线相邻的短线，影响的是一个人的婚姻运、恋爱与婚姻的幸福与否、顺利长久与否等。第2，女人手相3种主要纹路图解。第一，十字纹，在手掌上有2条短浅的线相交叉而成，其吉凶影响是所在位置而定。第2，倒纹，主要出现在手掌的5大残纹上，通常具有不好的意义，吉凶影响是所在位置而定。第3，星纹，在手掌上由3条或3条以上短线交叉而成，其吉凶意义也是视所在位置而定。第2，天生有好运势的女人手相。第一，手掌多财帛纹，财帛纹也称为钱财纹，指小指和无名指中间下方的短小斜线，财帛纹越多且长而且粗直，代表此人进财越多，财运旺盛，福禄双全。有这种手相女人，意味着她们一生能够享用的财源源源不断，就算自己出身平凡，家境普通，也能够过着富足安逸的生活，求财顺利，能嫁得家境富裕的好夫家。不仅夫妻感情亲密，还能够帮旺夫运，生财有道。有这样手相的女人，生活能过得舒心安稳。第2，手掌多守财纹，守财纹就是在手掌感情线的上端，平行于感情线的纹线。有这种守财纹的女人也是有福气的，虽然可能命中带来的福禄不多，但是能够依靠家人、丈夫或自身的努力守住财富，积累财富，有很好的理财能力，善于精打细算，知道如何管理钱财，而且并不会为了守财而只进不出，能够敏锐地抓住财富商机，也是能够过着富足的生活。第3，食指有3约纹，在食指上面有一条横纹叫做指节纹，如果食指有3条指节纹的话，就叫做3约纹。这种人一生不缺钱财，多进财机遇，能够有丰厚的财富。这种人命中是有福禄的，而且往往由婚姻带来。女性的话，出嫁后的生活状态会更好，婚姻幸福，有机会嫁入家境优越的富贵人家，优质生活富足，衣食无忧，生活美满安逸。第4，掌纹深刻清晰，手掌的纹线蕴含着运势变化的信息，掌纹杂多混乱，寓意此人运势多曲折，常有意外变动出现。掌纹深刻清晰与否，能够反映出此人的思维智慧和行为方式。掌纹深刻清晰的女人多智慧超群，心思敏捷，做事情有章法，有清晰的人生规划，并且有足够的意志力去执行。这样的女人性格也比较坚强，能够明白自己所求的是什么，对待感情清晰理性，能够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婚姻，具有事业心，有不服输的韧性，能成为事业性的女强人，在事业上能够取得很不错的成就，财运顺利，能够靠自己的努力获得安逸富足的生活。第5，手掌柔软圆厚，手掌以混实圆润，色泽健康红润为吉，肉主阴主腹，手掌厚而富弹性，皮肤光滑柔软，表示此人气血充足，元气充盈，说明此人身体健康，诸事无碍，运势顺利，能够健康长寿。高寿也是一种福气，这是用金钱也买不到的财富。有这样的手相女人，生来就是享有福禄的，命中财富深厚，福禄天成，是天生的富贵命，一生财运顺利，免于奔波操劳。就算生在平凡人家，也是家庭幸福，身心充盈，安逸无忧。第6，掌心后视有凹陷，手掌就好比聚宝盆，掌心好比聚宝盆的盆底，掌心的薄厚深浅能够看出此人一生的财富多少。掌心厚实凹陷的人能够聚财守财，积累下丰厚的财富。
有这种手相的女人也是天生的富贵命，有很强的理财守财能力，持家能做到井井有条，生财有道，能够帮助丈夫守好财富，自己也有能力出色的理财能力赚取财富，积累下丰厚的家底，老有所依，能够安享晚年。第7，太阳丘高龙。太阳丘代表着财富、才能与名声等，手掌中太阳丘隆起，说明此人具有很强的赚钱能力和理财能力。有此手相的女人性格坚毅，但不苟刻，为人厚道，婚姻成功，是持家理财的一把手，在外能有出色的理财能力，能够为自己在事业上大放异彩，赢得出色事业成就和社会名望，对内也能够持家有道，婚姻幸福美满，属于大富大贵的手相之一。第8，木星丘饱满圆润。木星丘能够反映一个人积极程度的和上进心。木星丘饱满明润而富有弹性的人，大多对财富和权力具有强烈的欲望，热衷名利，意志坚定，能够凭借着自己的智慧和能力，在财富和社会地位上取得耀眼的成就，往往有成为富豪的潜质。若为女性，也会是事业性强的女强人。不过有这样手相的人啊，对待感情一般也会比较强势，所以在选择伴侣时，最好是选择性格互补类型的，或者是更具有忍耐和包容心的人，这样婚姻生活也能够美满幸福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愿您时时心清静，日日是吉祥，期待下次与您分享，再见。